大家好，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4月28日星期日，这里是纽约20号讲 Alex。在美国啊，如果一个人去世了，那么他的银行账户会怎么样呢？当然，没有人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的成年人确实立有遗嘱，来说明他们死后希望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遗嘱，那么死者遗产的处理可能会更加的复杂。那么遗产规划中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是，当某人去世后，那么他的银行账户会被如何处理呢？而这个又取决于是否指定了受益人以及该银行账户的类型。当某人去世后，到底银行账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银行账户是有受益人呢，还是没有受益人呢？当某个人去世后，他的银行账户包括了支票、储蓄或者货币市场账户，将会成为他的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个遗产是一个法律术语，它是指死者的财产和资产。那他们的遗产将进入遗嘱的认证程序，也就是说，要承认遗嘱，并要指定遗嘱的执行人来管理遗产和分配资产的程序。在美国啊，这个遗嘱的认证消耗的时间漫长，平均需要6到9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因此呢，那么无法从账户中取款，对于需要钱来支付死者最后费用的亲人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如果死者有遗嘱，那么他的资产将按照他的意愿进行分配。但是如果没有遗嘱，或者遗嘱没有明确提及银行账户，那么则要由各个州的法律和此类账户的结构来决定如何处理账户。那么如果有受益人账户的持有人，那么可以在银行账户上指定受益人，并且可以自由地赋予他们死后继父的身份。这个继父啊，就是马上父，不是这个后爹的继父。那么如果这个安排是在账户持有人去世之前做出的，那么这个账户的所有权将会立即转移给受益人。那么所以由于有这种结构，那么死后继父的安排是不受遗嘱认证的约束的，因此就更容易更快的获得该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这包括储蓄账户、支票账户和定期存单，都可以有死后继父的指定受益人。那么如果账户的持有人他去世的时候呢，是没有指定的受益人，这怎么办呢？那么这个账户将被冻结，并且进入了遗嘱的认证程序。在此期间，这个账户中的钱将无法被动用。这一切要等到遗嘱的认证程序完成，并由遗嘱的执行人来分配遗产。那如果这个账户是联名账户，它的处理方式呢，将取决于账户的协议和死者所在的美国的各个州的法律。通常啊，共同账户包括了生存者继承权，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未亡人他自动就成为账户中所有资金的所有者，
也就是说，无论是谁贡献了这个账户上的所有的钱，那么这个账户就不会成为遗嘱遗产的一部分。不过呢，如果幸存的联名账户持有人需要提供死亡证明或者类似的文件，以便银行能够进行核实死亡的情况，并且更新记录。那么，如果死者所在的州没有生存者继承权的规定，那么账户中的资金将在遗嘱认证过程中通过遗产来分配。那么，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呢？那么在遗嘱认证的过程中，法院将会严格审查遗嘱的合法性。那么在此期间，账户将被冻结。如果遗嘱被认定是有效的，那么遗嘱的执行人将会授权处理遗产资产的分配。那么如果是真的没有遗嘱，就要根据各个州的法律来处理遗产，而各个州的法律实际上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未亡的配偶在分配资产时是享有第一优先权的。如果没有在世的配偶，那么资产将按顺序分配给子女或者其他的家庭成员。那么在多人组成的大家庭中，如果有多人要求分配部分遗产，那么遗嘱的认证程序就可能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解决，来搞清楚所有要继承遗产人的之间的关系。银行的账户保险呢，在联邦保险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合作社开立的存款账户，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或者由国家信用合作社股份保险基金，也就是 NCUSIF 来提供担保。每个机构、每个账户的持有人、每个所有权类别的存款，最高是可以获得保险25万美元。也就是说，当某个人去世的时候，那么 FDIC 或者 NCUSIF 将继续为该银行账户提供保险。这就像死者依然还在世一样。那么自其去世之日起再持续6个月，这是最长的期限。此后呢，这个银行账户保险就可能会受到承保限额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的子女继承了这个账户，那么这些资金总余额超过了25万美元，那么它之间的差额超出的可能就不在承保的范围内了。那么如何申领你的已故亲人的银行账户呢？特别是你本人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以外。那么既然你知道了某人去世后银行账户会发生什么，你自然就可以制定一个计划，来快速正确的处理你在美国亲人的资产。如果有美国的亲人去世，那么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来管理他们的银行账户，来确保你有权继承，并且继续向前推进。当某人去世的时候，除非你是共同的所有人或者具有死后继父身份的指定受益人，否则他们的银行账户理论上是无法访问的。你就需要等待漫长的遗嘱的认证程序完成，并且还要等待法院授予你访问该账户的
合法权限。那么要提取资金或者关闭账户，你就需要成为法定遗嘱执行人或者是受托人。那么或者你可以获得遗嘱认证法院的许可。当然了，你所要收集的文件，要取款或者关闭账户，银行或信用社将需要死者的死亡证明文件，以及你管理账户的授权文件。通常呢，他会要求你提供以下的文件，这包括你自己的，就是申领人的你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比如说你的在美国的各个州的驾照，或者你的国籍的护照，还有这个账户死者的死亡证明，比如经过认证的死亡证书的复印件。那么有关账户的文件呢，要包括银行的账户的号码、死者的法定姓名以及死者的社会安全号码，以及你有权来管理死者遗产的证明文件，比如说你的遗嘱执行人身份确认书，或者是由法院签发的遗产管理书。然后你要联系银行或者信用合作社，要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和详细的信息以后，你还要亲自或者致电银行或者信用社的客户服务热线与之联系。在审查了必要的文件以后，那么银行将会关闭这个账户。如果关闭的时候这个账户里还有资金，银行就会将这个资金转给了账户受益人或者指定的继承人。那么这就出现了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呢，到底什么是银行的账户受益人呢？那么银行的账户受益人就是指在账户持有人去世后指定来接收账户资金的人。那么账户的持有人死亡后，受益人就可以立即获得这笔钱。那么如果某个人去世的时候他没有立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那么如果某个人去世的时候他没有留下遗嘱，就会被美国法院认定为无遗嘱死亡。这就意味着遗嘱的认证法院要来负责决定如何分配他们的资产。那么问题来了，那么所谓的遗嘱执行人是不是可以使用死者的银行账户呢？也就是说，可以使用里面的资金呢？答案是可以的。因为遗嘱的执行人他要负责清算账户，并根据遗嘱来分配资金。当然了，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不得将资金用于个人需要，也就是说，不可以贪污或者鲸吞受委托的银行资金。那么如果受益人已经去世了，谁将得到这笔钱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账户的所有人去世了，受益人也去世了，那就是说，如果账户的主要受益人去世了，那么资金呢将会分配给任何或者可能的受益人。这就需要另外一起漫长的法院认证。如果都没有受益人了，那么就要根据州法律进行分配，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进入了州的财政分配。谢谢大家。